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和兔妈。我是牛爸，我是兔妈。我们有一个3岁的牛宝宝叫牛牛，和一个1岁的兔宝宝叫图图。今天呢，我们来讲《Siblings Without Rivalry》这本书的最后一期。首先呢，给没有听过前几期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形式呢，是作者作为育儿专家开了一个培训班，班里的学生呢是饱受困扰的多胎家庭的家长们，他们想来这个班上学，他们应该怎么做，孩子们才能和平共处。上一期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小孩打架怎么办，现在我们来讲关于这本书的最后一期，有哪些办法可以促进兄弟姐妹的感情呢？首先呢，书里面这些家长们在上完这个课之后呢，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行动，就是去联系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每个人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有几个还挺打动我的，我来给你讲一讲，好吗？你记得前几期有一个妈妈说，她的妈妈从小总是拿她跟姐姐比，然后呢总是夸姐姐贬她，然后她一长大以后马上就去了离姐姐和妈妈都很远很远的地方，你记得吗？记得。她上完这个课之后，她就去给她姐姐打电话了。她和她姐姐平时是没有联系的，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走动一下。她不联系他们是因为她一直在生妈妈和姐姐的气，她气妈妈总是在夸姐姐，拿姐姐跟她比，也气姐姐总是表现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但是她在上了不要给小孩贴标签那一期课之后呢，她突然想到也许姐姐也很痛苦，她就决定给姐姐打电话。电话还没有接通的时候呢，她非常的忐忑，因为她和姐姐根本就不熟，不知道姐姐会怎么反应。在电话里呢，她跟姐姐聊到了她上了这个育儿课，她问姐姐有没有觉得妈妈给他们贴标签，姐姐的第一反应是没有。但是聊了一会儿呢，姐姐开始讲她小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她很怕做不好，妈妈就不表扬她了。她有时候甚至觉得呢，妈妈是故意离间他们的，以至于她潜意识里觉得，如果她和妹妹很亲近的话，就会让妈妈失望。因为她是妈妈眼中那个好孩子，妹妹是那个总被批评的小孩。妹妹听到这些呢，就安慰姐姐嘛，就是对于小小年纪的你，当时你承受了真的很多。然后姐姐就爆哭，跟妹妹道歉，让妹妹小时候过得不开心，两个人就隔着电话线抱头痛哭。还有一个例子是，你记得前几期我们有讲，有一个爸爸说他从小就被双胞胎哥哥暴打，爸妈却不闻不问，你记得吗？然后这门课结束之后呢，弟弟也去找哥哥聊了。他们家的情况呢是，这个爸爸的双胞胎哥哥呢从小就打他，哥哥比他早出生5分钟，但是体型是他的2倍大。开始的时候呢，他哥哥打他，他都会反抗，但是他就是真的打不过。开始的时候，哥哥是跟他抢电视看，他记得大概5岁的时候，他在看什么节目，哥哥就会按走，然后呢，他就会按回来，然后哥哥就会扑到他身上，按着他猛打，然后他反抗，但他真的打不过，以至于后来他们的模式变成说，他在看电视，只要哥哥一走过来电视旁边，他马上就自动把遥控器给哥哥。但是他心里面肯定是不服气，这样的生态一直延续到他们的青春期。青春期的时候，哥哥变得更强壮，是一个运动狂人，就是冰球、足球、橄榄球，每一项运动都玩得特别狠。他属于那种越打人越兴奋的状态。弟弟就是走上了跟哥哥完全相反的路，他就是完全不运动，他的舒适区是交朋友，他在社交上努力去找存在感，他总是和他那一圈朋友待在一起。到这个时候，他们打的比较少了，武力上的攻击变成了更多上是言语上的攻击。比如说全家吃晚饭的时候，哥哥呢总是有很多想法，谈天说地，很多观点，什么话题都聊。弟弟也很想参与，但是每当弟弟要表达什么观点的时候呢，哥哥就会冷笑说你懂什么。然后呢，他们的爸爸妈妈好像就看不见这件事情一样，他们眼睛里面就是沉醉在哥哥好博学好有想法这个状态里面。
对于弟弟来说呢，他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反抗的方法就是挖苦、讽刺、嘲笑哥哥。等他们长大以后呢，他们就很多年没有联系了。这节课之后呢，弟弟就特别想和哥哥聊聊，他就打电话约哥哥吃饭，然后他们那顿午餐整整吃了3个小时。你猜他们聊什么？聊哥哥怎么想的？哥哥怎么想的？因为刚你好像说了弟弟怎么想的。对啊，那你觉得哥哥怎么想的？不知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哥哥的忏悔录，就是他长大了回想自己小的时候对弟弟痛打是不对的，再加上弟弟痛斥哥哥对他人生的负面影响。但是呢，结果恰恰相反，他们整场聊的是哥哥讲他的人生是怎么被弟弟毁掉的。你怎么都不惊讶？我其实一直都挺惊讶。嗯，可能独生子女真的是没办法感同身受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好，挺难的，就是感觉你独生子女的事少了不是一点半点。那怎么办？你现在就已经不是独生子女了。没有，我是说我没法感同身受。你说吧。哥哥就说呢，他觉得从小爸妈就偏心弟弟，很小的时候呢，弟弟就是好小只，很小只，像只小猫一样楚楚可怜，大家都会去呵护他。他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大个儿，没有人爱，大家都会去绕过他，去抱起那个小小只的弟弟。大一点以后呢，弟弟人缘就那么好，自己就没有朋友，而且他总觉得妈妈总是在忙着保护弟弟，总是在生他的气。他总是很羡慕妈妈和弟弟之间那种感情，他觉得妈妈没有像爱弟弟那样爱他。弟弟就很震惊啊，说可是你成绩好，运动也好，你在家在学校得到那么多表扬。可是哥哥就说那些表扬都是空的，你才是那个被爱的小孩。这就是为什么哥哥打弟弟，他觉得妈妈越保护弟弟，他就越想揍弟弟。继续。所以没有想到原来2个小孩都很痛苦，就是哥哥虽然去打弟弟，但他其实也是痛苦趋同的，他很痛苦。然后弟弟呢挨打，然后用讽刺去挖苦哥哥，那弟弟也很痛苦。就是2个小孩，他也不是说就是坏批，他只是2个小孩在试图保护自己，去争取爸爸妈妈的爱。听完这2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呢？就是我没法感同身受，那我也没什么感受。真没有，因为我没法感同身受这些想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独生子女是比较难共情，但是听了这2个故事，就是意识到兄弟姐妹对彼此的影响太深远了。就是我们回到我们第1期的话题。这倒是。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连接是很深的，即使他们受伤了，还是会像磁铁一样重新连接，就是我们老话讲的那种手足情深。那他们怎么有那么长一段时间都能不联系呢？这不是又重新去和解了吗？确实。那我们作为家长有什么办法可以促进小孩之间的感情呢？你说。老师呢讲了几个方法。第一个呢，首先确保每个小孩都有和父母独处的机会，因为如果每个小孩都知道自己有和爸爸妈妈独处的时间，那么他们去为了争夺关注而打架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他们才会有余力有心力去关心兄弟姐妹。以及呢，当你和一个小孩独处的时候，不要提到别的小孩，你所有要聊的事情都只围绕这一个小孩，不然这个小孩还是会觉得即使兄弟姐妹没有在场，但他们一样是抢走了我的爸爸妈妈。你得让这个小孩觉得他很特别，你得让他觉得他很特别，然后你得让他成长成他比较能成长成独特的自己，而不是比较出来那个更好的。对，然后他还能获得独特的爸爸妈妈的关注，其实对他需要的关注。对，其实你就把一个4口之家想成有些时候是2个3口之家。这样子，然后你要注重在那个时间的3口之家时间的那个质量，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你说的很有道理，是这个意思吗？对。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去做，她决定多花点时间陪他们家老二。比如说呢，她会问老二要不要陪她一起去买菜，那老二就特别高兴跟她一起去。
他们两个就在车上闲聊啊，妈妈觉得特别愉快，特别顺利。这个时候，二儿子突然说：“要是我不是我就好了，要是我是哥哥或者是弟弟就好了。”妈妈心里就咯噔一下，就问：“为啥呢？”二儿子就说：“因为呢，哥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弟弟呢，大家都喜欢他。”妈妈就是我们前几期讲的那一套，就是说他很特别。他中间孩子。对，妈妈就说：“可是那样子的话，就没有我的二儿子了呀。我的儿子他那么特别，我那么爱他，没有他我可怎么活呀？”就是咱们前几期讲的那一套。二儿子就很受用。如果他没有这个独处的时间，他不见得有机会能说出来。对，他二儿子都没有机会去发这种言。因为如果是4口之家、5口之家，一般是很难说这种话的。对。对。好，老师提出的第2个方法呢，是不要把孩子固定在家庭排序的位置上，比如说他是老大、老二还是老幺，你要让每一个小孩都有机会去体验其他位置的特权还有责任。比如呢，我们不应该觉得老大就一定要成熟，老幺就应该被照顾，老二就在中间没人看。你就要有意识的给他们机会去体验不同的角色，比如呢，给老幺一些照顾别人的机会，给老大一些被宠爱、被照顾的时刻，给中间的孩子有一些被特别关注、被依赖的时候。也是那个围绕的那个特别那个特点。对，如果你给了他一个标签，他就没办法变得特别了。对，是的。这里呢也是举了一个家长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去做的例子。比如说他做的就是晚饭的时候，原本都是老大去布菜的，他现在换成了让老幺去布菜，然后老大去休息，大家也都很高兴。老大会觉得说他也可以像妹妹一样休息了，老幺呢也会觉得说哇好棒呀，我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情了。那你觉不觉得，就比方说像我们这情况是2个孩子，然后他们年岁也差别不大，对吧？等到他们长得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哥哥和弟弟这个标签吗？他们是不是2个就是又特别的，然后又平等的，没有说一个大了就怎么样，没有人小说怎么样，没有说因为甚至是哥哥妹妹，没有说因为女孩子就得做什么，男孩子就得做什么。对，你就把它当成你上学的时候，可能班上2个一样的学生一样的，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标签。对，理想状态，希望我们可以做到吧。现在可能小我们做不到，是因为在1、2、3岁的时候，他们的成长阶段差别太大，对，能力差别太大了。等到大了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了。老师说的第3点就是让每个小孩都知道他的兄弟姐妹有多么的欣赏他，多么的崇拜他。因为很多时候2个小孩抵抗性特别强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方心里其实对他是有好感的，对他是有敬佩有爱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平时就可以告诉老大说啊，你弟弟其实特别崇拜你啊，你妹妹做这些事儿是因为觉得你特别酷，这样子就可以激发老大更愿意保护和带动妹妹，而不是竞争。这个好像不敢说，因为就比方说一个孩子做一件事做得特别好，我很难把这种情况和2个孩子相互比较，把它区分开来。比方说哥哥体育特别厉害，打个什么球特别好，那弟弟会不会感受到压力？他如何能不感受到压力，但是又能真正欣赏哥哥？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你不要把它联系到对比上面。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适用的场景，比如说小的是老大的跟屁虫，老是想跟着老大一起出去玩，老大就觉得他很烦，不想跟他玩，然后这中间就有冲突。然后你在这种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啊，这是因为弟弟特别崇拜你，这是因为妹妹觉得你特别的酷。那所以其实是听起来像是不要在弟弟面前说哥哥好，要在哥哥面前说弟弟好。对，爱他，就是他敬佩他很敬佩你，很崇拜你，他觉得你做的特别好，你反过来在弟弟面前也说哥哥好。对，所以弟弟好爱你哦，弟弟为你准备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们有在用这一招，效果还挺好的。对，不要在你一个孩子里面说别人家孩子好。对，这个是，所以你说的对象要比较重要。对，这个就可以避免了，对吧？对，所以是啊，比如说图图把什么玩具给牛牛的时候，我都会在那里说图图好爱你呀，图图好爱你。牛牛把什么东西给图图的时候，我也会说哇，牛牛好爱图图哦，牛牛好爱图图。图图还太小哈，我们看不出来
他什么心理活动，牛牛是非常非常受用的。明白了。还有老师提议的第4点是安排家庭会议比如说你在家庭会议上可以聊一聊周末去哪里玩呐，假期去哪里度假呀，谁负责什么家务啊，谁有一些什么不高兴啊，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甚至火灾时候的逃生路线啊，这样子都可以聊。这样子会让整个家里面更有凝聚力，更亲近。对，反正我从小不爱开会是不是没有不爱开，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独生子女的原因，反正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家庭会议。咱老中哪有家庭会议？咱老中不是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还要跟你家庭会议啊？还不如上朝呢。好，在老师讲完这几个方法之后呢，有一个家长分享说，他有一个很爱用的小妙招，就是有时候他会故意让小孩听见他在夸他们，特别是他们俩一起玩时候的好表现。用我们牛牛和图图来举例哈，比如呢，妈妈会在2个小孩听得见的时候跟爸爸说，哎呀，你知道牛牛今天叫图图干嘛了吗？他教他怎么从小板凳上跳到椅子上。这个时候牛牛听到他就会很受用，他就会很高兴。然后呢，妈妈就继续说，而且你知道图图想到什么新方法吗？他想到钻到椅子下面去当乌龟。图图听到之后，图图也笑得特别开心，也特别受用。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当中呢，他们能感到彼此是玩伴，是搭档，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没有，我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首先第一他说这很有道理，第二感觉比我们长大的环境这些东西听起来就像童话世界一样。那是啊，咱老中是不讲究这些的，咱老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吧，只能说就是有些问题你压根就没有这么想过，所以才要学嘛，或者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个问题。对啊，所以才要学嘛。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小例子，是一个家长分享说，他说有的时候我2个小孩在屋子里面疯跑，跑着跑着，大的一个不小心把小的撞倒了，小的就哭来找我说，妈妈，哥哥把我撞倒了。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立刻责怪谁，我会说，哎呀，你肯定不是故意的吧？你们2个刚才玩得那么开心呢。这样一来呢，2个小孩就比较容易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他们原本是玩在一起很开心的伙伴，不是对手，就不会一下子把关系搞得很僵。有道理。我感觉就好几个例子里面都讲到了之前几讲没讲到一个内容，就是你好像在不管在2个人面前还是一个孩子面前，就是会描述他们这个关系好的这个场景，而给他们洗脑，很少指责你描述了之后，他听得多了，他自然就会去做了。但如果你指出来他做的不错误的地方，你说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不管你说的好的东西他就会做好的东西，你说坏的他就会做坏的。对，没错。我觉得是这样吧，尤其是小朋友，你跟他说不要乱跑，你不要说不要做什么，他只听到了乱跑，要乱跑。对，因为他脑子里就会在想什么是乱跑，然后他就试一下。对，好，今天就是我们关于多胎家庭和平手册的最后一期啦，终于讲完这本书啦。最后跟大家再次强烈推荐《Siblings Without Rivalry》这本书。这本书呢，真的挺有帮助的。如果你也有不止一个孩子，或者呢对兄弟姐妹的关系感兴趣，推荐你去读一读原书。那咱们呢下本书再见喽。再见。